你看這個地方現在終於有車輛了，車輛還不少啊。然後我們繼續來蓋房子的話，得跟原來的這個布局要有一點區別。然後我們換一個馬路，最好能夠做一個在後期我們方便搭橋的一條馬路，可以試一下。哎，這裡怎麼會有水啊？可能是地形的問題。我們把馬路建在這個海堤的旁邊的話，可以適當的把它抬高一點，然後直到把這個水源給消失掉，把它移動在這兒。這條馬路就不着急先架橋了，我們现在要讓這裡的車輛變得更多一點。沿到這兒吧。然後這條路呢，我們貼着這個高架，先繼續向外延伸。我記得這邊的地形啊，這邊地形好像也沒有平整。那麼我們把左邊的道路也升級一下吧，從這兒架一個橋梁的話，應該会很漂亮的。我去，4車道升級成2车道了。反正這裡也不堵車，很長時間沒有體會到這個堵車的樂趣了。我們先連接一個橋梁看一下效果。這個橋梁，哎，前方的話想一下啊，從這兒的話影響了這個火車的通行。我們把前方的馬路降低一點，看一下效果。这高度 OK， 这高度是可以的。然后再把这个桥梁中间的节点也降一下。石拱桥。再把穿模的地方啊，適當抬高一下。現在看起來還可以，這個河水也可以漫過來。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邊，這邊剛才調的地形也白調了。適當的再把它降一下吧。然後這裡可能再需要加一個新的護岸。太有意思了，這個地方有的時候不是故意說把它做得非常立體的。只是根據這個地形做着做着，然後它看起來就錯綜複雜了。哎，現在車流量還不少啊，我們抓緊時間啊，然後把這個道路沿在這兒以後，我們再拉護岸。OK， 圈起來，左邊的地形給圈起來，然後對齊一下右邊的高度。如果說做一條馬路性質的護岸，我們看一下效果。OK 了以後啊，對面這個橋梁其實還可以再讓它低一點。當時建設的時候，我多少覺得有一點不合理。還好我們遊戲裡的車輛啊，他們都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難。我們把它降低之前，先把對面的這個地形也調整一下。從左邊找一個標準的高度，比如說我們以這兒為基準。好像還不行啊，這個坡道看起來太不合理了。我們先把遊戲暫停。然後呢，把這條小橋先給刪掉，刪了以後啊，對面的節點抬高，這麼一個高低的差異，我們怎麼樣讓它更加平滑的過去？還是從這兒來吧。然後先按照地面的高度，我們直接把它這樣延過來，這樣不受影響。延過來以後，我們以這個高架的高度為基點，這樣去平滑連接。這個坡道現在再看一下，哇，還是不太好看。那麼現在做平滑的話，我們可以以左邊3、4個節點為基準，從這兒把它做得合理一點。OK， 哎，現在看起來怎麼樣了？啊，太棒了，自己誇一下自己吧。最起碼這個車輛通過，它是沒有什麼安全的問題了。你看。剛才的坡度只有1節，現在這個坡度有4、5節。再向前的話不適合太平滑，讓對面也變得快速繁華起來。這邊路口挨得有點太近了。那麼接下來邊緣的道路我們就比較好做一點了。比如說從這兒打一條彎道，然後對岸去連接的話，我們想一下啊，要讓它多幾條路口，這個車輛在這兒中轉。那麼這個框架已經好了，有車輛已經可以順利的通過了。你看啊，它又回來了，不給面子。然後我們去前方的話，這裡有一個山坡，我去，
開始堵車了。這裡的十字路口挨得有點太近啊，我們可以把這個紅綠燈呢先暫時給它取消了。取消了以後，讓他們快速的先通行。這麼近的距離有2個路口，所以这個橋有那麼一點不合理。我們盡快可以把左邊的路口呢也讓它通車。但是這邊通車的話，由於火車站還沒有建設，怎麼沒有電了，大哥？在山上我們先加幾個風力發電機，或者加幾個太陽能板。這個風力發電機好像產生的電量不是太多。對面用電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然後我們這個地方現在人口已經增長了小2萬了，還沒有劃分區。把這個紅綠燈取消了以後也不堵車了，那麼我們那條道路就先不着急去修理了，先把對面的房子給蓋起來。我們以這個河道為標準，左右看的話，兩邊的房子都是越來越高的，這樣是對的。然後這裡呢也起一點點，好連接。目前從這個道路的格子裡面來看的話，兩邊蓋房子是不受任何影響的。我們把它該降低的地方要降低一下，該點讚的去點讚一下。然後這個位置就不劃分區了，我們不做自己建築，就蓋遊戲裡面自帶的一些建築，把它規劃一些把它直接建設一些高密度住宅區，看一下效果。水源還沒有連接，從這兒吧。OK， 可用水資源還很多。本來說接着要造水廠的，我們這個區域我現在暫時也沒有想起來。把人口做到10萬以後，我們還要做機場。然後到時候去看一下實際效果，這裡怎麼回事？剛才從遠處看的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穿模。先回到這兒吧，先回到這兒，我們把遊戲加速一下，看一下对面房子生長的一個過程啊。丁香住宅區 ，OK。然後這個電源的問題啊，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電線桿直接延過去，或者我們在水裡面加一個電源。我不知道大家的審美是什麼樣子的，我覺得這個房子旁邊一定要有電線桿，但是在城區裡面可以不要有。這個地方它明顯一看它就是一個山區嘛。好在房子現在已經蓋起來了，富蘭克林他就住在這裡，然後旁邊是崔佛還有麥克。那麼房子現在蓋起來了，至於主幹道的旁邊呢，其實是可以規劃一點小型的商店的。我們先研究一下對面的房子，对面的房子是我手動去放置的。這個房子呢，大小高低各不同，所以呢，在旁邊增加了一點野生的植物以後，它會變得更加的自然。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直接按照這個地形的形狀啊，直接這樣放置就可以。然後我們把這個框選工具啊，選擇一個樹木，擺件，再把下方我種的一些小樹呢複製一下。從這個位置來看一下，哎，這樣就漂亮多了，是吧？然後這些房子中間的填空題呢，我們屬正方體，用到這個頭頂標注法，直接把這個建築直接把這個樹木這樣填空。至於這個地圖自帶的一些樹木呢，我們把它砍掉。這些樹木呢，它們不是我親生的。海邊的就留起來吧。海邊的這些看起來還挺真實的啊。至於上方的這種什麼顏色的都有啊，這看起來是很奇怪的。至於這個主題，我們的樹木呢，盡量要用一些顏色比較深一點的，這樣會讓我們的這個城市更有質感。然後對面的房子蓋起來了，哎，這個時候大片的區域都起來了，它們產生了垃圾的問題。這個垃圾該怎麼辦呢？這個垃圾首先它肯定是不能吃的，我們找一個區域吧。比如說這裡我打算在後期做一個大型的火車站的一個超大型的火車站。那麼火車站的上方呢，這裡挨着一個山脈，蓋房子肯定不漂亮。那麼我們先把它圈起來。這地形好像也需要柔化一下，保存一下。我先保存一下吧，免得游戏崩了。这条护岸我就先不延伸了。这条护岸呢，
在後期如果房子蓋的差不多了以后，我自己慢慢的去修復。至于上方垃圾的問題，看一下這條4車道呢，我們要沿着這個海岸，然後先這樣繪制，旁邊留一點是古樸的地方。我們不要所有的地形都用到一個河堤。這也是評論區一個小學生的大哥哥他教育我的。至於這裡的坡道呢，我們適當的把它抬高。然後呢，做垃圾場的話，我們可以沿着這個山脈，這樣直接拉直線就可以了。現在圈了一整塊地，然後呢，我們把這個樹木刪了。這裡刪了以後，我們先量一下這個垃圾場的大小有多少。比如說我準備放回收中心的话，回收中心是4×7格，然後垃圾處理場呢，我去，占的这么大。大概量了一下，然後呢，我們內圈再增加1小圈。我們先把這個邊緣的回收中心給放置一下，注意這個朝向啊。由於內圈的車輛可能會很多，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朝向呢全部朝向在外面。至於垃圾場需要水源的問題的話，它可能是一個哲學的問題，我們就把這個水源也連接一下。至於中間呢，它在一個坡道上，我剛才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們直接放一個垃圾處理場看一下效果。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們應該平滑一下，從航拍上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從地面上是不是有點太亂了？或者我嘗試一下盡快做一個裝飾，我把後期加速一下。這個垃圾產業區，怎麼能叫產業呢？這個垃圾園就簡單造一點點吧，不能做得太大，要不然旁邊的這個火車站放下來就有點違和了。我們只在這個山脈上啊，山脈的腳下大概放了置了一點點，讓我們城市的垃圾可以正常運營。然後我們再回到新建立的房子啊，來到這兒看一下。哎，這些種的樹，它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違和不違和的，就是這個房子它好像蓋在了地底下，它有點太不禮貌了，我們需要把它給抬起來。那麼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商業街呢，它沒有一個合適的停車場，導致了好多車輛它們就這樣靜靜的停在路邊。看一下這個立體的停車場放在這兒的話，似乎是有點違和。直接這樣放的話，右邊的區域就廢掉了。這樣啊，我們在這兒設計一個小型的廣場。不設計，這怎麼能叫設計呢？找到剛才的2車道公路，我們先確定一下這個廣場的大小。由於現在地皮比較緊張，我們就先暫時畫這麼小吧。再把這個節點呢往下降一點。你看啊，我們這樣放置了一個小廣場以後，再把停車場呢放在小廣場的另外一側。現在我們的2車道看起來就沒有那麼違和了，是吧？然後前方呢，找一下有沒有一個現成的公園一類的建築，我們就直接這樣堆放吧。再來個籃球場，然後其他的地方呢，我們再加一個小型的步行路線，把它串聯在一起。你看。有一些資產呢，是一些比較自然的小花，它可以增加附近的地價。這個籃球場呢，它也自帶了有一部分的娛樂值。我們最終把這個旁邊的道路給設置一下，讓這個汽車呢，不讓他們停車就可以了。公園內部當然是也是不可以停車的。